一辆奔驰 S500停在路边，艾迪走上前去询问情况。随着车窗摇下，他认出这人是他家的律师老哈。原来艾迪父亲病重，老哈来带他回去。当晚父亲就走了。在给父亲办完葬礼后，律师老哈将艾迪的家人都约到一起宣读遗书。本来作为次子的艾迪分不到任何遗产，父亲却在遗书里明确表示把所有资产全部给他。他被这意外之喜惊呆，有人欢喜就有人忧。哥哥老福表示拒绝，他骂骂咧咧地否定这个决定。律师说这个遗书符合法律中特殊指定继承权，可以传给艾迪。老福缠着问他要钱，一开口就是400万英镑，也就是3600多万人民币。为方便观众理解后面的金额，我都换算成人民币。原来他被人忽悠投资失败，向利物浦毒贩家族借了3600多万的高利贷，结果利滚利现在已经涨到7300多万。如果这个周末之前不能交钱，对方就会把他变成太监。作为兄弟，他答应给老福擦屁股。他打开父亲的保险柜，将里面的现金都搬出来清点，清完才发现只有可怜的1800多万。第二天，他联系老哈，让他准备剩下的5500万。老哈告诉他，虽然老爷子留的资产很多，但现金也就只有那区区的1800万。老哈建议他卖庄园，他有熟人可以很快出手。艾迪让他先联系买家报个价。不久后，一个叫苏西的美女主动找上门，她告诉艾迪这庄园不能卖。艾迪一脸懵逼，苏西为方便解释，直接把艾迪带到他家的农场。What the fuck？ 进去后，他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里面密密麻麻栽的都是大麻。原来他父亲一直和苏西家族秘密合作，他父亲提供6万平米的庄园给苏西种植，苏西每年分给他父亲4600万，妥妥的大地主。苏西家族的面粉生意几乎占了整个市场份额的一半。现在换了房东，他希望依旧能这样合作下去。如果艾迪卖了庄园，他们的事情就会暴露，到时候一拍两散，对谁都不好。苏西并没有逼艾迪当场做决定，他让艾迪回去先消化一下。艾迪回去后找到管家杰夫，杰夫在他们还在穿开裆裤时就在这工作。父亲的事他自然知根知底，一了解下来，他知道苏西虽然对他们很客气，但他背后的势力很强大，得罪不起。考虑再三后，艾迪告诉老哈让他把卖房信息撤下来，他决定继续和苏西合作。他如实把老福的情况告诉给苏西，请他帮忙在本周内筹齐7300万现金。苏西听到后觉得这个难度很大，他愿意帮他先弄到一半。他只身一人去找毒贩的老大汤米。汤米平常卖鱼掩人耳目，当苏西报出父亲鲍比的名号时，他才接待苏西。苏西开门见山说他是来解决老福债务的事情，并表示他们虽然是同行，但因为产品不同，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他一番伶牙俐齿将债务扛回到本金，同时愿意给汤米价值900多万的大麻。汤米答应了，但他有个条件，要老福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录制一个道歉视频，承认他是个混蛋。苏西满口答应。艾迪这边又传来捷报，他虽然下架了卖房信息，仍然有买家有强烈意愿要买。艾迪明确表示这房不卖，买家的管家直接拿出230万现金，表示这是买家的一点小心意，即使他不卖房也想和他当面聊聊，盛情难却。艾迪坐着买家的私人飞机去见买家，买家约翰出手阔绰，他给艾迪的庄园加价2次，艾迪依旧表示不卖房。约翰喜欢喝葡萄酒，闲聊中艾迪说起家里的地窖里还有珍藏的美酒，约翰很谦逊地表示如果买不了房，请允许他买下葡萄酒。原本价值1100万的酒，他豪迈地给到2750万，卖完后加上保险柜的钱，艾迪有4780万现金，已经够还哥哥的债务。可是当他打开保险柜后傻眼了，里面的1800万不翼而飞，他连忙给哥哥老福打电话，才得知这个猪队友把钱全拿去搞博彩了。他连忙叫老福把钱拿回来，老福却直接挂电话。此时太监不急皇帝急，艾迪连忙带上苏西到他博彩的地方去，交了18万才搞到2张门票。进去后，他们看到这里在举行拳击比赛，参赛的都是曾获得世界冠军的拳击手，因为是打黑拳，所以成绩严格对外保密。艾迪找到老福后，问忽悠老福的皮特要钱，皮特却说钱都砸到比赛里去了，拿不出来。艾迪起身准备揍他，却被他的保镖们团团围住。苏西看情形不对，连忙叫人传话让他回去。I'm not done with you. Okay, whatever. Why don't you fuck off? 回到座位上，苏西劝他先冷静看比赛。他让弟弟杰克去摸了皮特的脸。It's a scam. What do you mean it's a scam? He never places the bets, mate. He preys on the posh, only rinses the privilege. And then he protects himself with plastic gangsters that he's immersed himself with. And your lot are too intimidated to complain. 看着皮特嚣张的样子，艾迪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他忍不住再次冲到皮特面前，戳破皮特的偏见。皮特仗着人多势众，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I think you should fuck off back to your country ass and wank off your spaniel. You're embarrassing yourself, Captain. You're not in the army anymore. And you've got nothing to back you up. 这话扎心却是事实，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到座位上，苏西主动提出帮忙，结果第二天皮特骗老福的钱就乖乖吐了出来。I think he wants to say sorry. Oh. You want an apology? I don't know. Do I? Yes. You do. We need closure. Blankets! I just wanted to say sorry
to the bottom of my heart. 艾迪没想到苏西玩得这么过火，苏西表示 We are in the dog training business. 这让艾迪对他刮目相看。艾迪告诉他说，约翰花高价非常想买他的庄园，他怀疑约翰知道他庄园下有灰色产业。苏西问清楚约翰全名后，暗暗把这事记在心里。他转达汤米的意思，说汤米之所以答应把老福欠他的7300万降回到本金3600万，是要老福扮成鸡跳舞并录成视频。艾迪还担心老福无法接受，结果他刚说汤米只收3600万时，老福却说 Suck his cock for 4 big ones. 可当艾迪说出汤米的要求后，他却表示士可杀不可辱。艾迪拿出一家之主的气概，他做这么多无非是念在手足之情，想帮老福。他要求老福必须按他的意思做。And if that means dancing like a chicken, you dance like a chicken. Is that clear? Well, you've taken everything else from me. Why not take what's left of my dignity? Is that clear, Freddie? Yes, Your Grace. 不久后，汤米到庄园来拿钱，艾迪将钱随意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汤米带着个小弟专门在一旁数钱，他则要老福穿上衣服开始表演。他让老福按照他的意思做动作，如果达标了才正式开始录视频。老福尽量学着鸡的样子。What the fuck kind of shit chicken is that? Come on, let's go, let's fucking chicken! Waddle like a fucking chicken! 老福尝试了各种动作，汤米却一直说他学得太烂，一点也不像。 I want you to feel it. I want you to transform into a chicken. 他恶狠狠地对老福的动作指指点点，不管老福做什么，他都不满意。 I want you to eat the wind, you fucking chicken! 看着哥哥受辱，艾迪再也忍不住。 That's enough! Hey, fuck off! Don't you interfere, otherwise it goes back up to 8 million. 他让汤米赶快拍完视频了事，汤米却坚持要老福表演到位才开始。 I need him to become a chicken, you fucking... Come on, be a fucking chicken! 咆哮完，老福说要去厕所。这次经历对他身心造成严重的侮辱和打击。回来后，他告诉汤米 Who's the chicken now? Freddie! Fuck off! 这一下，所有人都始料不及。老福淡定地走到室外。 I just shot a guy in the head. Yeah. 不久后，最后一沓钞票数完。 $4 million to the dollar. 报完，他见老板汤米没有回复，他回头发现骇人的一幕，强烈的求生欲让他迅速做出判断。 Chippo. Say nothing. He had the coming. 骗得两人信任后，他果断跑路。此时，杀人的老福正悠闲地抽着事后烟。听到弟弟艾迪的召唤后，他连忙行动起来。阿杰逃到别墅后面的丛林里，他想求救，却发现这里没有信号。经过3个人的围堵，最终阿杰在池塘边被抓。老福建议杀他灭口，艾迪却主张留他性命，用谈判解决。两兄弟争论时，管家杰弗发现阿杰正偷偷摸摸发消息，这个地方有信号。他让阿杰扔掉手机，老福捡起手机直接丢进池塘。艾迪将阿杰押到别墅前，苏西已经在这里等他。苏西安排杰弗拉上别墅的百叶窗，锁上门，不让任何人进出，让老福通知别墅里的20多个员工立即下班。艾迪则负责押解阿杰，他们将阿杰带到庄园下的秘密工厂。苏西又安排他的员工吉米负责看守阿杰。处理完这些应急事情后，苏西告诉艾迪，汤米不算是太厉害的人物，但他的哥哥福音却不那么简单。福音表面上是个虔诚的基督，实则是个杀人越货的狠角色，连作恶时都满口仁义道德。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And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Retribution in manifest. Retribution in manifest. Retribution in manifest. 苏西主张找专业人士来善后，他立即从迪迪埋人 PP 上下了个单，专业团队很快上门。带头的菲利克斯在看过现场后，很快给出专业解决方案。 So what I'm thinking is we do a jig and dig job. So we quarter the body, find a serene but secluded spot, bury it deep, frost it with lime, pack it with earth, and decorate it with some compost. 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在正式开工之前，他要苏西带他去见下主人家。见面后，安迪并不赞成他们的做法，他主张嫁祸给阿杰，编造汤米和阿杰在数钱时发生争吵，阿杰杀死汤米后携款逃跑的故事说给福音听。他要菲利克斯把现场收拾干净就好。苏西并不赞成他的做法，他本来与这事并无关系，纯粹出于好心帮忙。艾迪的表现让他很伤心失望，艾迪连忙向他道歉，表示自己并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只是想在不继续杀人的基础上搞定这件事。 Said so yourself. Murder's bad for business. 24 hours. I'll have to get the Hoover out. 为了让故事变得真实可信，艾迪教训不听话的老福，让他再次扮鸡跳舞。这一切的乱摊子都是因他而起。You
You killed a man. And you cannot fucking undo that, but there is a slim chance that if you do exactly as I say, you might just get away with it. You will dance. 在他给老福录制视频时，约翰让人送来请帖，邀请他参加明晚在家里举办的聚会。苏西看到后也想参加，他想摸清约翰接触艾迪究竟有什么目的。不久后，福音给老福打来电话，他不敢接，于是让艾迪来说。艾迪接过电话，福音说汤米去了他们那里后一直没回来，想询问他的下落。艾迪按照原计划表示，汤米早上的确去过他那，但办完事11点就走了。福音说明天中午12点登门拜访，艾迪满口答应。第二天，福音带着2车人到访。一看就来者不善，老福曾在他手里吃尽苦头，看到他不由得心里发毛。福音一上来就说曾收到阿杰发来的信息，对付汤米屋，他们都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信息想表达什么意思。艾迪顺势说他们在数钱时发生争执，说汤米嫌阿杰数钱太慢不耐烦骂了他，这下歪打正着。Tommy isn't the most patient of people, to be fair. 他们已经信了5、6成，艾迪点到为止，其余的让他们自行脑补。福音见查不出什么就回去了。下一步，艾迪来到阿杰的家拿阿杰的护照，谁知他家里还有别人在。好在这人戴着耳机听不到动静，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艾迪拿到护照后不小心弄掉音响上的耳机线，这下彻底暴露，他被男人一顿摩擦，2人一番贴身肉搏，无奈之下他开枪杀了男人。他的腹部也受伤出血，他带伤去参加约翰的晚会，在晚会上他遇到儿时的玩伴罗珊，他想从罗珊这里了解约翰。罗珊说约翰很大方，总是给他派去私人飞机和游艇，经常送他礼物，还喜欢和各种贵族打交道。苏西找到机会和约翰1对1聊天，他之前了解到约翰也是从事毒品交易的大亨。约翰开门见山地表示想和他合作，说白了就是想分一杯羹，还威胁他。And if you want things to remain as they are, things will have to change. 苏西虽然很不爽，还是没和他撕破脸，表示会对他的建议深思熟虑。他走之前，约翰送他手表，那是丘吉尔在1945年接受德国投降时所戴的手表，价值高达9100多万。Watches for retirement. Your timing's off. 他找到正在包扎伤口的艾迪交换信息，艾迪说他已经安排菲利克斯到阿杰家里，将尸体伪造成像是被阿杰所杀的样子，说阿杰是在回去拿护照时与男人发生纠纷后杀人，然后把汤米的尸体和杀死他的猎枪丢到福音容易找到的地方，这样福音更加相信他之前编的故事。 How ironic. He went to save one man's life and ended up killing another. 第二天，福音带着猎枪上门，他们从汤米的兜里找到手机，里面有老福扳机的视频，证明艾迪之前没说谎。 Turns out Jethro was a right little weasel. 他相信是阿杰杀人后带钱跑路，但有个疑问是这把猎枪相当高级，价值差不多要180万。阿杰作为苦逼的万年打工仔，显然消费不起。艾迪大方表示这枪是他们的，说他在案发后才知道家里的枪不见了，说他太草率，枪柜经常没锁。 Jethro was unattended. 一番话说的滴水不漏，福音只好再次无功而返。走之前，他请求把猎枪保管一段时间，艾迪答应了。一场危机看似解决。福音走后，艾迪给阿杰找了艘商船去澳大利亚。他问阿杰之前发的短信是什么意思。 They killed Tommy. That's how it was. 结果他因为慌张打错字，变成了对付汤米乌。解决完这些事后，艾迪对苏西提出要见他父亲一面。苏西的父亲正在坐牢，享受的却是度假一般的生活。极品西冷菲力牛排想吃就吃。艾迪直奔主题，表示想让他们在年底前离开他的土地，作为补偿，他保证会让他们赚更多的钱。与此同时，艾迪的管家杰弗在庄园里发现一个裸男，他竟然是苏西的员工吉米。他把吉米扛回家，原来几天前吉米带着一车价值1375万的大麻准备交付给买家，在服务区休息时遇到一个美女搭讪。作为单身50年的90后，吉米感到受宠若惊，他还以为和美女碰撞出爱情的火花，清醒过来才发现车钥匙和车都不见了。他搭上一辆便车回去，车上都是些嗑药重度患者，他也跟着一起嗑嗨了。结果醒来才发现被人抛到荒野，他的错误导致苏西无法按时交货给买家布莱尔，赶制新货还需要一些时间。布莱尔为了挽回损失，要苏西帮他去偷莫西的那辆兰博基尼，只因他们被警方安装了 GPS 定位，无法自己动手。老板娘莫西却表示他是非卖品，哪有摆在这却不卖的道理。老福表示他穷的只剩下钱，非要一试。 That car is owned by someone else. The McLaren is a serious car. You should drive it. You'd like it. Trust me. 弟弟艾迪连忙给他使眼色，到一边去谈。他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偷这辆兰博基尼，如果太刻意反而显得不自然。艾迪让老福按照莫西的意思办。 Fuck it, we go with the orange. I love orange. Let's keep them occupied. 老福让老婆来试驾，女人一脚油门踩下去，迈凯伦像一匹猛兽在场地里驰骋，女人故意把动静整得很大，怎么爽就怎么开。
Any scratches or dents, you pay. You underestimate my life. 趁莫西注意力分散时，艾迪悄悄溜走。他来到莫西的办公室，只需找出兰博基尼的钥匙放在设备上30秒，就能破解复制钥匙。结果打开抽屉，发现里面一堆豪车钥匙。他随手拿起一个去试，好在外面动静大，莫西的人并没听到解锁声。他又拿起一把钥匙去试，莫西小弟听到动静回头看，艾迪捏了一把汗。小弟看到没有异常后又回过头去，艾迪再拿起一把钥匙去试，这次总算蒙对。他立即激活程序开始破解。这边女人依旧在疯狂的漂移，莫西看得心乱如麻。他突然发现艾迪不在这里，于是连忙回到仓库去找人。艾迪看到抽屉里有个小袋子，好奇的想要打开看看，结果里面的东西一下掉出来。他仔细一看，发现那赫然是一截人类的小拇指。此时莫西正朝他走来。他假装是坐在这等莫西来签合同。莫西吐槽老福的老婆开车太野，而且价格也没讲好。他趁机溜出去说找他们谈谈，要是到手女人随便找个借口开溜。说完他们起身就走，莫西气得脸都绿了。安迪带上复制好的钥匙来到莫西的工厂外，他让老福先回去，他则换好夜行衣准备进去偷车。他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一跳，根据声音找去，才发现一旁的小屋里关着个男人，正是断指的主人。他好心将男人带上车。莫西一脸懵逼，只能看着大牛扬长而去。结果老福看热闹还没走，被莫西的小弟发现后，他连忙启动车。开奔驰虽然不会像马自达那样塞车，但关键时刻奔驰却会掉链子。艾迪还在开着大牛一路漂移潇洒时，他却被莫西的小弟抓住。艾迪只好想办法去救老福。断指男人告诉艾迪一个可怕的真相，他让艾迪打开大牛的后备箱，发现里面赫然装着150公斤的面粉。他才知道苏西被布莱尔骗了，这并不是纯粹的偷车。断指男人就是被布莱尔派来偷面粉时被发现的。男人劝他别再掺和，突然男人意外丧命。回去后，艾迪接到莫西电话，要求他把车和面粉送回来。哥哥有难，他不得不救，但仅仅是物归原主，无法平复莫西的心情。他不愿放人。为了表示诚意，艾迪把始作俑者布莱尔抓来交给莫西，同时也证明他偷车完全是被布莱尔给蒙在鼓里。莫西一直想干掉布莱尔，苦于抓不到他。他在一顿暴力输出后，心情大好。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艾迪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哥哥白忙活一场。吉米更气人，他被美女所骗却浑然不知，还和美女一直保持联系。He's either rid of Valentino or a few fries short of a happy meal. Shall we light this up? 从没见过脾气如此古怪的老头，只因导游把人带到他仅3万平米的安置别墅里参观，他就一身清凉地对人们发起逐客令。I have no lizards in my house. You hear me? No fucking lizards! 结果他一下用力过猛，当场英年早逝，享年80岁。死后为了继续守候他的安置房，他竟生前就让工匠按他要求在棺材上开个窗，将棺材竖着埋入土里，然后将窗口对着他的房子。艾迪参加了老头的葬礼，老头的儿子麦克斯是他哥哥老福的同学，他凭着这个交情和麦克斯套近乎，只因他想撮合麦克斯做一门生意。他家的庄园下有6万平米被苏西租来生产大麻，他想赶走他们，彻底断绝来往，秉着宁可我坑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坑我的原则。麦克斯就是他理想的接盘侠。在搞清楚艾迪的来意后，麦克斯给他放了段录音，录音里一个男生表示他手里有一份绝密资料，涉及到麦克斯家里的一件格外不光彩的文物收购交易，一旦曝光势必会引发丑闻，对麦克斯造成严重损失。他向麦克斯索要458万封口费，并承诺收到钱后就把资料交给麦克斯。麦克斯告诉艾迪那是父亲生前做的事，他马上就要去好莱坞拍一个大片，不方便直接出面。如果艾迪能找出勒索他的人并拿回资料，他表示即使把他的庄园变成毒窝他都没问题，前提是艾迪拿回文件后不能拆开看，他希望父亲的秘密永不见天日。A matter of respect. 艾迪满口答应，他带上458万现金来到勒索人指定的地点。见面后发现那是个叫弗兰克的秃头中年男人。弗兰克说资料并不在身上，艾迪提议他们一起去拿，弗兰克却把他带到一家中餐馆，还点了几份奇怪的菜。A 12, a 20, 2 53s, and a 69. 艾迪问他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他说前面的3个数字分别对应3种不同的菜。至于69号不是菜而是一个人。他刚说完，这人就冲到他面前，一言不发直接动手。原来弗兰克欠69号的钱，他想用艾迪的钱来还自己的债。
可他的债凭什么要让艾迪当冤大头？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莫名其妙的打了一架。这时苏西打来电话了解情况，才知道一团糟。他让艾迪把电话给69，一聊之下才知道69和他爸爸鲍比是熟人。69说如果弗兰克能还钱，他就把真正掌握麦克斯父亲丑闻的人的地址给艾迪。苏西同意了，但条件是69先给地址。他们根据地址找到西斯，西斯曾是全国最顶尖的记者之一，他手中掌握了很多高官显贵的黑幕，艾迪很容易从他手中拿回资料。当他把资料交给麦克斯后，麦克斯直接把资料丢到火里烧了。弗兰克顺利拿到钱，走之前他忍不住痛批了一顿麦克斯，说即使资料毁了，依然改不了麦克斯的本性。 Whatever his father was doing, it's over now.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is father for? I wasn't blackmailing his father. I was blackmailing that mad cunt. 艾迪才知道，原来犯下丑闻的竟是麦克斯。他自以为聪明，想坑麦克斯，结果却反过来被麦克斯所坑。他逼麦克斯说出具体犯的是什么事。麦克斯缓缓打开书柜后的暗门，进去后，他们看到一个密封的罐子里泡着一坨未制的肉，显然不是泡酒。麦克斯说那是希特勒的蛋蛋，众人纷纷惊讶不已。5年前，他花大代价搞到这坨肉，就是想凭借他是第3帝国元首唯一遗存之物的噱头进行炒作。与没有演技、没有内核，却只能鼓吹减肥如出一辙。为此，他不惜买来希特勒的所有画作，尽管那些画看起来像屎一样。这时，弗兰克想偷拍下来，被麦克斯的助手发现，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三方人马陷入混战。战斗中，弗兰克用瓶子砸晕麦克斯，麦克斯赖以炒作的源头被他自家的狗给吃了。导演讽刺炒作之人的下场简单粗暴。道具结束，苏西让手下去和麦克斯谈租地合同的细节，他下决心要与苏西划清界限，要求他们在年底必须搬出去。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苏西表面上虽然答应搬，背后却在和坐牢的父亲鲍比商量对付他的办法。 And it's down to you to keep him under manners. See if he fucks me about at the end of the year, I'll chop his head off. 能吃这碗饭的绝不是等闲之辈。艾迪早已见识过苏西的手段，逼急了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还在苦思能安全与他们脱钩的办法时，这时却有人胆敢在太岁头上动武。先是苏西出口比利时的产品遭到当地警方查封，他们不得不停止出口，每天损失数百万。接着是一个叫老迪的分销商坐地起价，要求加价50%才同意在该国售卖他们的产品，1分都不能少。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他才敢这么搞。You don't take the fucking piss. 苏西正说着，地下室里突然停电，他以为这又是老迪搞的鬼。艾迪忙出去查看情况，发现有人正在偷他们的发电机，他们赶忙去追。管家杰夫截停小偷，才发现他们只是个孩子。艾迪一番询问下，得知他们是吉普赛人，看到他们拿枪却一点也不怕，因为他们是个有着200多人的游牧群体。原来当地政府收走了他们所有的发电机，秉着柿子挑软的捏的原则，他们偷走了苏西的2台发电机。艾迪看他们可怜，没有电，孩子们只能受冻，于是他大方地送了他们1台，另1台拖回庄园。苏西不能接受老迪的提价方案，他决定放老迪回去先亮他一阵。艾迪担心吉普赛人偷东西时发现他们的勾当，于是亲自跑到吉普赛人驻扎的地方探口风。吉普赛人很团结，他们刚到就被一群人团团围住，为首的保罗招待他们，问他们想要做什么。艾迪说要他保证他们的大家庭会远离他的庄园。 Is that 'cause you're growing a bit of weed up there? 他一针见血地戳破苏西狡辩，然后一袋包装好的大麻就丢在他手中，是昨天孩子们偷发电机时从车里掉下来的。他们想要分一杯羹。接下来就进入谈条件环节，双方各自经过一番协商后，艾迪决定与他们合作。既然现在被老迪卡脖子，而吉普赛人在欧洲多国的各个行业都有渗透，简直是绝佳的分销渠道。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吉普赛人热情好客，第2天他们就浩浩荡荡地把车队开到艾迪的庄园里，200多号人不分昼夜地在这里狂欢，没资本没度量的人还真招待不下来。他们玩归玩，工作效率却极高。很快，第一批产品藏在雕塑里，通过各种途径运送到欧洲各国。艾迪他们数钱数到手抽筋，这次一共获利3666万，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第2天，他们发现这些钱被洗劫一空。艾迪首当其冲，怀疑是吉普赛人所为。他们偷发电机的行为让他的观点先入为主，他直接问保罗有没有偷钱。保罗讪笑一声后拍了他2下，然后离开。第2天，艾迪发现他们全都从庄园撤走了。失去分销渠道，他们的出口业务再次受阻。艾迪痛定思痛，冷静下来后思考，如果真是保罗的人偷了，他们干嘛不溜之大吉呢？他意识到可能冤枉了保罗，而失去欧洲市场，谁会从中获益，谁就是幕后黑手。他们再次找到老迪，艾迪一脸笑意，温柔地告诉老迪，刚不小心将一滴毒药放进了老迪吃的马肉里，如果5分钟内不吃解药，就会和阎王有个约会。在艾迪慈祥的呵护下，老迪写下一个人名。艾迪将解药交给他后离开，在找对手算账之前，他先找到保罗道歉，说要送保罗一份礼物。保罗在接受他的礼物之前，先给他送了一份，而他送给保罗的礼物就是老迪交代出来的这个叫基斯的人。他们要杀基斯，基斯临死前奉劝艾迪说苏西早晚会弄死他，还说阿杰就被弄死在泰晤士河里。阿杰是见证老夫杀人的证人，艾迪没忍心杀他，给他弄了辆船让他跑路。艾迪这才知道苏西背着他做掉阿杰。
在处置掉基斯后，他加快进度要和苏西脱钩。苏西说他们得先洗掉1.37亿才能支付艾迪租金，然后离场。这个过程要3个月。艾迪觉得这个时间太长，让苏西安排他和负责洗钱的恰奇见一面。自己的弟弟杰克和一个美女走进更衣室，即使现在有1.37亿的大项目在谈，他依旧坐立难安。只因弟弟带进去的美女是他们在谈老板恰奇的女友，他随便找了个借口开溜。来到更衣室，发现了观众们都不喜欢看到的一幕。Jack, you better not be doing what I think you're doing. Just give us a couple minutes, Suze. Are you taking the fucking piss? There's a time and a place. What's wrong with you? Suze! 姐弟们正谈着时，恰奇一头杵进来，他认出了女友的高跟鞋，好事被戳破。恰奇愤怒地上前给了杰克一拳，拳头绵软无力。很快他又打出第2拳，伤害性不高，侮辱性倒是极强。这一下惹怒了拳击手杰克，他只一拳上去就将恰奇 KO 在地。这下苏西找恰奇洗钱的计划泡汤，艾迪辗转找到另一个洗钱巨头亨利。亨利通过拳击比赛洗钱，苏西一直不想将拳击和毒品掺和在一起，艾迪才不管这些，他只想早点和苏西划清界限，要求亨利2周内洗完1.37亿。亨利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合伙人瑞克，会计师出身的瑞克是个洗钱高手，同时也是一个偏执的强迫症患者。如果有人怀疑他做的假账，他会纠缠到对方彻底崩溃，加上他只收5%的佣金，找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另一边，苏西通过非常手段说服恰奇，恰奇不仅答应帮他洗钱，还承诺免费。时间2个月，苏西却对艾迪说要4个月，他压根就不想从艾迪的庄园里搬出去，故意和艾迪拖时间。当艾迪带着钱来找恰奇时，恰奇故意找茬，把他从苏西那受的气发泄到艾迪身上，让马仔逼着艾迪吃他不爱吃的清蒸玉米热狗。艾迪一气之下暴揍了马仔。Bags in the fucking car. Yeah, okay. 艾迪决定自己做主，他带上钱直接找亨利去洗。苏西对他自作主张的做法很不爽，他也直接挑明苏西压根就不想从他庄园里搬走的想法，还拿阿杰的死质问他。苏西说灭口阿杰是在保护艾迪，说阿杰总有一天会变成麻烦。When will you let me and my family go? Never. 2个合作伙伴彻底撕破脸。I can be nice and I can be not so nice. You've only seen me in one setting. Good luck. 艾迪找到约翰，请他帮忙将苏西从自己的庄园里赶出去。2人很快谈好条件，艾迪只希望达到目的，却不伤害苏西家族。You have my word, as a gentleman. 这天，苏西观看杰克的拳击比赛，艾迪的哥哥老福突然找到他，他一直愤恨父亲将遗产全部交给艾迪，想趁火打劫拉拢苏西斗垮艾迪，被苏西冷面拒绝。比赛开始后，亨利突然找到苏西，开门见山地说他看中了苏西的14个大麻生产基地，一年高达229亿的利润，谁不眼红？亨利扬言要全部接手过来。You're a boxing promoter and a money launderer. You want to stay in your fucking lane. 亨利既然敢说这话，自然有几把刷子。他设局让一个拳击手打假拳，故意让拳击手在30场比赛里只赢3场，吸引杰克与该拳击手比赛。此时他拿杰克的性命威胁苏西，事业和弟弟只能2选1。苏西对自己的弟弟很有信心，结果片刻过后，杰克就被打趴在地，昏迷不醒。这对他的姐姐苏西打击很大。很快报复亨利的行动开始，他们先找到裁判的家，光天化日之下爆了裁判的头，接着找到在公园里跑步的拳击手，又是枪爆头。等去找主角亨利时，他早已收到风声跑掉。于是他们找到帮亨利洗钱的会计师，打爆他的双蛋黄，逼他说出亨利的下落。会计师一无所知。苏西在坐牢的父亲鲍比得知他做的事后，大声指责他做事太冲动，现在闹得满城风雨。他一个儿子已经躺在医院，他不想女儿也有什么3长2短。 You fucking stand down. I've got people to do this. You leave it to your old man. You go home, have something to eat. Put your feet up. Let's. 苏西听父亲的话，回去后通过运动缓解这些天紧绷的神经。这时艾迪突然找上门。How'd you know where I live? Good morning. Let's have a chat. 他是专程来道歉的，他也没想到亨利居然是这种人。为了抢走苏西家的生意，不惜拿杰克的生命要挟他。虽然他曾为了将苏西从自家庄园里赶走与他撕破脸，但现在苏西有难，他也不忍坐视不管。何况他还放了1.37亿在亨利那洗钱。经常缺钱的朋友们都知道，再多的钱不放在自己兜里就不叫钱。亨利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然而他嘴上说的好听，背后却继续在和约翰的助手商量赶走苏西的办法。
助手告诉他说，只要找到苏西家族另外13处的大麻生产基地名单，他们就可以挖苏西的墙角，以此要挟苏西从艾迪的庄园撤走。艾迪答应帮他们找名单。回去后，他问母亲要一份名单，都是处境跟他们相同庄园的地址。他挨个上门去了解情况。苏西这边突然接到亨利的电话，他不敢来见苏西，悄悄让人给苏西送了汉堡外卖。他反过来威胁苏西 You touch one of my people again and I fucking will. When I get the thumbs up, I'm coming knocking. 他一句话暴露了自己背后还有人。苏西找到安迪，问他是怎么知道他家地址的。现在连亨利也知道他有家不能回。艾迪将他带到吉米面前，是吉米悄悄把他家的地址告诉给艾迪的。吉米记性极好，有次意外看到苏西网上买了双鞋，就暗暗记下了地址。显然亨利也是从他这里知道的。苏西让他仔细想想还给谁说过地址，他想了半天才想起曾在服务区偶遇的女孩小佳。小佳曾以要给苏西送花为由问他要过地址，艾迪让他把小佳约出来，小佳如约而至。苏西拿枪威胁他说出亨利的藏身地，小佳却说他压根不认识亨利。苏西以为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扬言要杀了吉米。小佳这才爆出幕后指使他的人，这人竟是大绅士约翰。两人始料不及，原来正是约翰派人骗走吉米装在大麻的货车，烧掉他们价值1375万的货物。And they didn't even want the product. They just wanted to disrupt your business. 之前阻止他们产品流向欧洲大陆的人也是约翰，他们让小佳迷惑吉米，从吉米这里套取情报。做他们内线的不止小佳一个，被干掉的基斯也是他们内线之一。由此推测，约翰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而亨利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罢了。他之所以不惜花大价钱要买艾迪的庄园，无非是想利用苏西的基础设施贩卖他的产品。一旦他掌控了所有房产，他将成为全欧洲最大的经营者。苏西决定违背父亲的意思，先出手干掉亨利。他把小佳策反成自己的间谍。艾迪表面上说他是和苏西同一个阵营的，却转身就把他查到的苏西另外13个基地的地址名单交给约翰的助手。助手联系亨利。We have what we require. You may proceed as you wish. About fucking time. 亨利第一步是对昏迷的杰克下手，然而他们进去后才发现中了苏西的圈套。亨利的马仔被干掉，亨利手脚也受到枪伤。从亨利的口中，苏西才得知艾迪居然背着他把名单交给约翰。You've been fucking played, Susie. 他和艾迪刚刚恢复起来的信任再次土崩瓦解，他立即给福音打去电话。Thought you might like to know who killed your brother. Freddie Horniman blew his head clean off whilst dressed as a chicken. Then him and his brother lied through their teeth to cover it up. 一场狗咬狗的大战即将开始。福音带着3车全副武装的人找到老福家，他给老福打电话喊他出来，不出来他们就冲进去血洗庄园。老福一时不知所措。当苏西的父亲鲍比得知这事后，大骂女儿。他赶忙让女儿紧急去支援艾迪。很快，苏西的人带着武器从后门进去，眼看一场大战就要开始。这时，福音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等艾迪冲出去看时，福音和他的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一脸懵逼。苏西带着艾迪去牢里见鲍比，才得知原来是他给福音打的电话。他承诺要用经济补偿福音，福音这才同意撤退。艾迪之所以和苏西闹僵，是想和他们家族彻底划清界限，而苏西不同意。鲍比混迹黑道多年，一直秉承的信念是以和为贵。他眼见两人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于是决定釜底抽薪，卖掉自己的生意。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他走了，又换个人继续在艾迪的庄园里制毒，艾迪依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鲍比承诺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艾迪又担心这正中约翰的下怀。约翰一直想要吞掉鲍比的生意，鲍比却说约翰对当前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连个渣都不会给约翰留，他只会把生意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他可以接受的报价是13.75亿以上，所有竞标的人必须在本周末前报完价。苏西虽然不同意父亲的做法，也只好照办。鲍比把象征和平的鸽子交给他们，让他们分别送给有投标意愿的人。约翰第一个找到他们，在苏西的质问下，他承认是他指使人破坏他们的生意，也是他安排人把苏西的弟弟打进医院。 You rejected my initial approach. I needed to convince you and your father that I was in earnest. 他自以为从艾迪那拿到苏西另外12处的大麻生产基地地址，就可以挖墙脚威胁苏西，从而低价收购他们的生意。殊不知艾迪给他的地址都是编造的，他的助手挨个去求证后才知道被骗。他没想到艾迪和苏西可以化敌为友，剩下的鸽子他们给了莫西一只，给了皮特一只。艾迪也有心要收购鲍比的生意，因为知道鲍比的底价，所以他认为要18亿左右才有可能中标。他四处去筹钱，还是差了一大截。于是他找到亨利，亨利为了从他与苏西的纠纷里脱身，把洗的1.37亿吐给苏西，又赔给杰克1.37亿。艾迪要他投1.37亿进来，就可以和他成为合伙人。
亨利被他说动，他又找到苏西，要苏西投3.2亿进来成为合伙人。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艾迪由一开始排斥到慢慢喜欢上这个行业，毕竟这个赚钱太快，谁会跟钱过不去呢？苏西同意入伙，但他一直对饶过亨利耿耿于怀。艾迪劝他短期内不要有这个想法。You must be pretty fucking confident if you're willing to rattle that cage. Supremely. 4只带着报价的鸽子被放飞，它们都飞向同一个地方，那就是鲍比所在的监牢里。鲍比看到艾迪和苏西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个报价单上，感到很意外，但他们却不是报价最高的那个。最终，约翰成功中标，他的助手意得圆满的去银行准备给鲍比汇报。这时，税务局的却突然上门找到约翰。原来，艾迪拉亨利入伙就是要斗垮约翰。亨利的会计师瑞克掌握有约翰的税务记录，他把这些发送给税务局和海关总署。约翰因为逃税被警方抓捕，全部资产被冻结。约翰的下半生只能与鲍比为伍，在牢里度过。报价排在第2的是皮特。艾迪找到莫西说皮特赢了。莫西说他的合伙人专程从波哥大飞过来，要的可不是这个结果。艾迪暗示他说斗不过超能力，可以在别的地方想办法。莫西迫于上级给的压力，直接把皮特给剁了。殊不知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安迪安排亨利又把莫西给做了。利用完亨利后，艾迪秋后算账，一枪爆头送走亨利。最终他一箭5雕完美解决这场地盘抢夺战。老狐狸鲍比对他十分欣赏。 The whole point of me telling you I was selling my business was to wake you up. You're not buying the operation. You're investing in it. So together, we can expand our interests. I take it you're not retiring then, Dad? No chance. 他躲在监狱里运筹帷幄，艾迪配合他完美的演出了一场戏。You wasn't born to take orders. You were born to give them, to build and expand empires. I don't see a captain. I see a fucking general. 这完全是把艾迪当未来女婿在培养啊！